2024年3月，一个令全球瞠目的数字将正式诞生：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 M2 突破300万亿人民币。这一天将彻底改写人类货币史，因为按当前汇率，全球所有美元、欧元和英镑的总和都将不足以兑换中国人民币。这意味着什么？这预示着中国经济的巨大隐患。疯狂扩张货币是中国拼命拯救濒临崩溃的经济的临终努力。恐怖数据，从天量印钞到银行业债务泥潭。2024年2月底，中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已高达 299.56 万亿，较上年同期增长 8.7%。仅仅一个月，中国就新增发行了 1.93 万亿人民币。放眼历史，2013年 M2 首次突破100万亿，到2020年突破200万亿用了7年时间。但从200万亿到300万亿，中国仅用了4年2个月，增速直线飙升。在这背后，是中国央行疯狂印钞的恐怖数字。2023年下半年以来，央行资产规模6个月内猛增5万亿，等于2015至2022年8年的总增量。这些新印的钞票，主要是央行增加了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分析人士认为，这个债权实际上是被央行直接购买的地方政府债券。为何中国要如此拼命印钞？因为整个经济体正在崩盘，政府别无选择，只能大规模印钞来维持经济运转。房地产危机已经引爆了银行业雷区。截至2023年底，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总额高达 3.2 万亿元，是当年净利润 2.38 万亿元的 1.3倍。其中5大银行的净利差全部跌破 1.73% 的新低纪录。包商银行等中小银行暴雷为先兆，危机已经波及整个银行体系。2022年末，4大国有不良资产管理公司的救火队已失去了救火能力，仅购买了500亿不良贷款，而2016年这个数字还高达近1万亿。这意味着成千上万的银行呆账无处去路。造成这场银行业危机的根源，正是泄入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房地产泡沫。据估计，中国近 40% 的银行贷款与房地产相关。在这场泡沫彻底破裂前，中国当权者不得不拼命向房地产商输血，以维持房市，迫使银行无条件继续向房企贷款。然而，无数房企已濒临破产，这些贷款无疑是在掘更大的坑。于是，银行不良资产快速累积，坏账率节节攀升。而包括4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在内的救火队已力不从心。雪上加霜的是，居民储蓄动力骤然下降，存款成本水涨船高，银行净利差持续受压缩。中国经济正疯狂增发货币来维持运转，但货币超发也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反而会带来更大风险。专家警告，中国正在陷入流动性陷阱，大批烂头寸将会出现。中国如何陷入这般绝境？在2020至2021年，美欧日本央行都在拼命实施量化宽松印钞，而当时的中国并未跟随。直到2023年下半年，当欧美收紧货币政策之时，中国反而开启了疯狂印钞模式。彼时，经济下行压力震慑了中国。在地产泡沫、工厂停产、消费萎缩的多重夹击下，经济骨牌正在倒塌。为阻止经济崩盘，中国当权者不惜耗尽子孙后代的钱，拼命印钞输血。从2013年 M2 首破100万亿，到2020年200万亿，再到2024年300万亿，货币供应量增长的背后，是一剂剂高浓度兴奋剂注入国家经济体内。可是效果却如同对越老越大剂量的药物，已建立了耐受性。中国的 M2 存量在3月突破300万亿后将继续膨胀，但专家警告，这种疯狂发钞不但无法真正拯救经济，反而会陷入流动性陷阱。也就是说，无论央行多么猛烈投放货币，都无法刺激投资和消费，通胀依旧无法被点燃。
届时，中国将同时面临经济萎缩和通货紧缩的双重打击。为了维持债务滚动，北京不得不拼命印钞。有分析人士直指 M2 背后是高达350多万亿的债务，央行的这些钞票很可能是在为已经无力偿还的隐性债务输血。一旦这场债务危机爆发，将引发整个经济体系瘫痪。从2015年开始，为了支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地方债券被纳入央行可质押品范围。7年来，央行对地方债券的持有规模猛增10倍以上，现在高达约18万亿元。种种迹象表明，地方债务危机已日渐加剧，一旦产生连锁反应，足以引发金融动荡。而整个危机的导火索，就是在经济转型失败后放大的房地产泡沫。在房地产占 GDP 近30%的高投资模式下，一旦房市垮塌，必然会引发房企债务危机、银行不良贷款激增、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违约等多米诺效应。房企资金链断裂已经开启了这个过程。接下来，一旦出现银行暴雷，将彻底引燃整个信贷雷区和金融体系。2023年，中信银行就已遭监管部门开出创纪录 2.2 亿元天价罚单。当这一切危机叠加在一起，庞大的货币发行恐怕将会成为经济崩溃的催化剂，刺激大萧条式的信贷紧缩、通货紧缩和债务危机。届时，过剩的人民币将如同废纸一般贬值。这场空前的货币贬值危机将让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通胀深渊。据专家测算，按照2024年2月底 299.56 万亿的 M2 余额，如果按10%的通胀率计算，1年后中国的物价总水平就将攀升 29.96 万亿元，而实际通胀率极有可能远超这一数字。毕竟，与此前任何一次币值疯狂贬值相比，这一次的人民币超发已无潜力可循。2024年3月，中国 M2 突破300万亿人民币，这意味着其广义货币供应量已超过了全球美元、欧元和英镑的总和。在这股纸币泛滥的通胀大潮下，中国的购买力将在一瞬间蒸发。我们来看一组恐怖的数据。按2023年中国人均 GDP 9800美元计算，如果人民币贬值 90%， 则人均只剩980美元，中国将彻底沦为低收入国家行列。而就连这980美元的剩余收入也是虚无缥缈的数字，因为在疯狂的通胀下，凡是用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其真实购买力将在短期内几乎归零。这意味着中国民众过去几十年的辛勤积累全部化为乌有。中央银行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余额高达 3.2 万亿元，而净利润仅为 2.38 万亿元。一旦通胀爆发，银行的不良资产将在瞬间迅速膨胀，银行业将整体陷入破产境地。当银行系统全面瘫痪，信贷危机接踵而至，企业裁员、破产将沦为家常便饭。作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中国的经济危机必将引发全球贸易、金融的连锁反应，将危机外溢至世界各地。更为严重的是，通胀狂潮将摧毁整个社会秩序。2023年，中国真实 GDP 增速仅为 3%， 远低于年化 7% 左右的通胀率。当通胀水平进一步飙升至2位数以上， GDP 将陷入负增长，整体经济出现严重的收缩。届时，大批企业和银行破产，经济萧条导致财政收入骤减，再加上政府为稳定经济而大规模举债，财政赤字将猛增至 GDP 的 30% 以上高位。当财政资金彻底耗尽，政府将别无选择，只能启动狂印钞票来维系运转，进而将通胀推向更高怪圈。在这种恶性循环下，社会矛盾将白热化。由于货币贬值，中产阶级的消费能力将在短期内被彻底削弱，他们将滑向中下层甚至贫困地带。贫富分化将迅速加剧，
中国传统社会的温水煮青蛙式阶层流动模式将被剧烈打破。届时出现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吃不饱肚子暴动可想而知。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国家将陷入一触即发的混乱，而当权者政权的执政基础也将被彻底动摇。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经济的雪崩已经开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超发货币所带来的系列黑天鹅事件将在不久的未来撕裂中国经济社会的最后一层遮羞布，使其回到上世纪贫困动荡的底层。我们是否会在不久后看到第二次大萧条的惨剧上演？现在看来，这个可能性与日俱增。